伴随着强烈的刺痛感，钟宁猛地睁开眼睛，入眼是破旧不堪的土房顶，周围的墙壁斑驳，而他身下垫着的，除了一层薄被，就是厚厚的稻草。不是，这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国内吗？我不是出车祸了？钟宁正想着，一段段陌生的记忆涌入了他的脑海。这具身体的原主也叫钟宁，19岁，夫君季晨22岁，是个倒霉的童生。为什么说倒霉？因为季晨作为10里8乡有名的少年天才，早在12岁时就过了童生试。可就在他15岁准备考院试的时候，其父上山采药坠崖去世，他因此守孝3年。等他18岁再打算奔赴院试，又在考前遇到街上有人打架，他无辜被卷入其中，右手受伤，无法参加考试。这一连2次遇上这种事，继母心有不安，思量许久，想到让季晨娶妻冲冲晦气，季晨对成不成亲不置可否，继母就自己去张罗，然后就相中了原主。为什么相中？主要是原身家里礼钱要的少，只要了1两银子，简直不要太善良。之所以要的少，钟宁扶额叹息，谁让原主是个好吃懒惰又脾气泼辣、性格恶劣的主。尽管原主爹娘重男轻女，这么多年下来也被折腾得不轻。于是在收了继母1两银子后，迫不及待地把原主嫁出去了。原主嫁到季家后，自然改不了烂脾气，3天和婆婆一小吵，5天一大吵，和邻里也没少闹矛盾，可以说是恶名远扬，人憎狗嫌。更离谱的是，感觉到季晨对他多有嫌恶，不愿和他亲近。原主为了拴住对方，竟然给人下药。一夜混乱后，2人有了1双儿女。尽管不喜女主，但季晨对1双儿女十分耐心，在家照顾了他们1年。好逆天的剧情，好倒霉的我！人家穿越，不是王妃就是公主，我穿成个泼妇。因着院试是3年2次，等21岁的季晨好不容易坐上去参加院试的小船，在甲板上看风景时，却不知被谁给推了下去，就这样又耽搁了。如此，季晨成了众人眼里名副其实的倒霉蛋，原主也对此万分嫌弃。恰逢在一次赶集的过程中，原主遇到一位长相俊朗、气度不凡的年轻才子，2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在对方的撩拨下，堪比单细胞生物的原主就不顾一切收拾细软，打算和对方私奔。细软是季家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攒下来的1点银子，好在老天有眼，就在原主趁着夜色偷偷出逃那晚，他一个不察摔下桥去。就这样，现代的钟宁来了。不是，这怎么和我之前看到的那本团宠大佬们都想抱我回家怎么办的那本小说情节一毛一样啊？之所以钟宁能记得这么逆天的书名，正是因为里面的炮灰女配和她同名同姓。书里的钟宁倒是没有落水溺亡，而是在和情郎私奔的路上被对方偷走钱财，还被卖到勾栏院，最后受尽屈辱，没多久就挂了。这情郎也不是真的看上钟宁，而是一开始就受人所托，想要借此侮辱季晨。至于背后之人嘛，醒了。冰冷凉薄的声音在钟宁耳边响起，他惊慌地抬起头，入眼便是一张帅到有点惨绝人寰的脸。男人怀里抱着2个粉雕玉琢的孩子，一头细密的墨发随意挽在脑后，乌黑狭长的眉斜飞入鬓，一双凤眸幽深晦暗，挺拔的鼻梁下薄唇紧抿。明明是个会下地干活的农家子，皮肤却是十分白皙，细看连个毛孔都没有，配上那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的脸庞，钟宁忍不住看呆了。我靠，不愧是书里人气比男主还高的深情病娇男二，这长得就够刺激的。哇，真是个极品，原主居然睡过，死丫头命还怪好的。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可是这个女人分明连嘴巴都没有睁开过。继承怀里站的小姑娘奶呼呼地朝他喊了声，还伸出手像是在要抱抱。哼，娘坏，不要他了。什么娘？
他就是个不要脸的小偷，把咱家钱都偷走了。谁知道他拿着这些钱要干什么去？我可是听村里人说了，看到他和其他男人不清不楚的厮混在一起。儿啊，你还留着他这个贱人干什么啊？还不休了他？哼，还好老天有眼，让他摔下桥，被咱们找回来了。不然你今年赶考都没有盘缠。这个没良心的，这几年咱们家里对不起他，他居然还要偷跑。面对继母连珠炮一样的指责，钟宁只能眼观鼻，鼻观心，装聋作哑。毕竟人家说的也没错。哦，有一点说错了。虽然原神把钱偷走了，但按剧情你们也借到了赶考的银子，只可惜有人要你儿子不好过，安排人在他的考栏里塞了纸条，害你儿子彻底被取消考试资格。幸好2年后女主出现，她偶然发现了才华横溢的你儿，意识到他这种性格才能不可能作弊，于是安排人去查，给他平冤昭雪，这才有了后来权倾一时的冷面首府及女主的忠实舔狗。只可惜多情自古空余恨，尽管你儿为了女主付出一切，甚至不惜为她付出生命，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女主的爱。爱我别走。儿子，你听到了吗？快把这个贱人休了，咱家不需要这样的儿媳妇儿。完蛋，刚来就要做下堂妻，现在回去啃老还能行吗？会被人用扫把打出来吗？季晨眸子闪了闪，靠近一步，看着钟宁警惕地往床里缩了缩，直接把小姑娘放到床上，居高临下，冷声道：听不到孩子在叫你。看着眼前才1岁半，身上还带着奶香味儿，眼睛又圆又亮，像对黑葡萄的小姑娘，钟宁艰难地伸出手，左比划右比划，半天也不敢把她抱进怀里。倒是小姑娘咯咯笑着，露出才长出几颗的小米牙，双手胡乱比划着朝他扑过来。钟宁赶紧抱住孩子，又伸手捏了捏他软乎乎的脸颊，揉了揉他毛茸茸泛黄的头发。真可爱，就是瘦了点儿，脸色差了点儿。妹妹笨。季谦瞪了眼妹妹，又下意识将目光放到钟宁抱着他的手。要去找你娘吗？才不要。继母着急地拽着季晨走出门。儿子，你怎么想的呀？咱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不要脸的死了也就算了，要是没死把他赶出去，你怎么还反悔了呀？你别跟娘说你喜欢这个不要脸的啊，他可是差点给你戴了绿帽子呀。没有。季晨眼里一闪而过厌恶。喜欢？开什么玩笑？只不过他扯起唇角，留着他对我有用。什么用啊？好吃懒做，还天天跟炮仗一样一点就着。隔着窗户，季晨看了眼在床上抱着小姑娘，一会儿举起一会儿放下，逗得小娃娃笑个不停的女人。死过一回，或许他会转性呢。怎么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寒？傍晚，小乡村炊烟袅袅，看着摆在桌上的一盘野菜和一盆清澈见底的粟米粥，钟宁陷入沉思。继母白了他一眼。什么转性啊？这不又要闹腾了吗？这死丫头，活不干，要求还不少，见不到沾了油星的菜就要掀桌子。继母这会儿已经默默用双脚缠住2条桌腿，绝不给钟宁一点机会。钟宁心里流着面条泪，他在现代可是妥妥的肉食主义者呀。没办法呀，来都来了，入乡随俗吧，好歹不是吃土。就这样，在继母警惕的目光里，钟宁拿勺子舀了碗粥，又夹了一筷子野菜，安安静静地吃起来。野菜味道不差，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毕竟没有放油，也没有放辣椒、大蒜这些调味，吃起来就很平淡，还有淡淡的苦味，还拉嗓子。但对于饿得不行了的钟宁来说，还是可以入口的。差点连锅底都舔干净，钟宁还是没什么饱腹感。可面对婆婆频频投来的射线，她又不能当没感觉到，只能讪讪地收起碗筷，站起身。我去洗。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钟宁默默把碗筷放回去。那你洗吧。
在继母变脸色之前，钟宁端起锅碗就跑。白吃白喝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白吃白喝的，咱可是体面人。等钟宁回来，就看见季晨坐在桌边，耐心地给2个孩子喂米汤鸡蛋。2个孩子一人一勺地喂着，遇到孩子嘴边沾了汤，他还会拿起手帕仔细擦干净，十足慈父模样。季家虽说不富裕，对2个孩子却是没有亏待。养的2只老母鸡下的蛋一半都进了孩子嘴里，另一半被原主吃了。注意到钟宁一直直勾勾盯着这边，季晨不悦地皱眉。季谦下意识护住小婉，之前娘就抢过他的鸡蛋。至于季元，这是个傻孩子。娘，吃？不吃，娘不吃，娘不饿。圆圆，你吃吧。吃完饭，洗漱完，就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问题。钟宁盯着房间里那张存在感极强的床，又看了看还在桌前翻书的季晨。虽然但是在昏黄的烛火下，男人那张冷肃的脸看上去越发俊朗出尘，宛若谪仙下凡。果然灯下看美人，越看越勾人。这么看也不是不能一起睡一下。钟宁下意识擦了擦嘴角，季晨捏着书页的手背轻轻微突。果然，我该留下他的吗？我要娘。圆圆！听到小丫头的哭声，钟宁一秒回神，立马往旁边的小屋跑去，将小姑娘抱在怀里轻轻晃悠着。看她慢慢止住了哭声，钟宁心里柔软一片。在现代，她也算是事业有成，只可惜一直没有结婚生子，为此没少被爸妈念叨。如今穿书，亲也成了，孩子也有了。虽说这亲目前看起来和幸福甜蜜挂不上一点钩，但2个孩子还是很可爱的，能无痛当妈也不错。小没良心的，这种娘你也要？听着继母酸溜溜的话，钟宁直接白了他一眼。你没事就回去睡觉吧。虽说他不打算挽救在深情舔狗和他妈眼里的印象，可在孩子这儿，他还是要努力当个好妈妈的，可不能让便宜婆婆一直在孩子面前挑拨。娘，不要走。圆圆双手双脚紧紧地抓着钟宁，看着孩子那双清澈懵懂的眼睛，不知为何，钟宁心里隐隐刺痛。这孩子是感觉到了什么吗？不走，娘不会走的。钟宁抱着孩子走到床边，掀开被子和他一起躺进去。娘今晚陪你睡，可以吗，谦儿？又摸了摸缩在角落背对着他的季谦的小脑袋。随便。要不要娘给你们讲睡前故事？要。不要。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国，里面住着国王和王妃，他们每天都在向神明祈祷，求您给我一个孩子吧。钟宁给2个孩子说着睡美人的故事，小圆圆很快睡着，小谦则是竖着耳朵，眼睛亮亮的。王子在城里转了半天，最后在塔顶的房间找到公主。睡着的公主真漂亮呀。钟宁说着说着没了声音，季谦急切地转身就看见娘亲闭着眼睛，嘴巴微张。故事，然后呢？钟宁也没有个回应，给小孩气得脸鼓成河豚。最讨厌娘亲了。窗外，季晨转过身朝屋内走去。清晨，面对一碗清汤寡水的糙米粥，钟宁不争气的胃反酸了。这样吃下去，真的不会饿死吗？再看2个孩子也吃的粥，不过是更稠一些，还吃得津津有味。钟宁有些心疼，搁现代，宝宝辅食做出花来，孩子还不一定吃，这2个小娃娃却能吃下刮喉咙的糙米，太懂事了。再看季晨吃起这些糙食来也是面不改色，甚至因为吃相过于优雅，竟让人无端端产生这糙米粥是不是什么神仙佳肴的错觉。这就是帅哥滤镜吗？羞涩可餐，果然不是开玩笑的。吃完，继母扛着锄头下地，季晨也跟着去。季家原本有10亩地，其中8亩旱地，2亩水田。继父还在时是10里8乡的种田好手，还会上山挖草药换钱，日子过得很是不错。继父一去，这田只靠继母和季晨做不了太多，
便将6亩旱田都租了出去，1亩每年收300文租金。这点钱远远不够一家人用，更何况季晨还是个读书人。尽管他在学院因成绩优异免收束修和书本费，还能每年得点奖学金，但笔墨纸砚加上在饭堂吃饭可是笔不小的开支。在原主的记忆里，哪怕季晨在学院时有靠抄书挣点银钱，一年也仍旧要从家里拿起码5两银子，拿的自然是季家之前的存银，加上赶考置办盘缠啥的，一年大把银子撒出去，还没有一点回馈。原主又是个爱财如命的，可不得对季晨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想到家里的财政情况，钟宁又觉得何该一天3顿糙米粥。农闲的时候甚至只有2顿，把院子里的木柴劈了，打了2大缸井水，又拿糠喂了鸡。钟宁将家里换下来的脏衣服收拾收拾，准备拿到河边去洗。这搁以前都是继母回来要干的活，但钟宁不是原主，做不到看一个瘦弱的中年女人累得前脚打后脚。娘，别惹！这孩子说话清晰度比他哥哥差了不是1星半点。娘不走，娘去给你们洗衣服。和娘一起。圆圆乖，在家里等娘一会儿好不好？河边太危险，小宝宝掉下去就不好啦，就会像睡美人一样，永远都醒不过来，也看不到爹娘了。不要看到爹娘。那你就和哥哥在家里等我好不好？小姑娘撅着小嘴不情不愿地答应。钟宁蹲下身，冲着在一旁拿小木棍在地上画圈圈的季谦招手，季谦就像没看到一样理也不理。钟宁无奈，这孩子哪里像才1岁多的崽，又聪明又敏感。霸总文里的3岁小黑客有原型啦。钟宁抱着纪元走到季谦面前，又单手将他捞进怀里。你放开我！季谦涨得脸通红，小手小腿不停挣扎，却没有真的用力去打人。钟宁蹭了蹭他软乎乎的脸颊。乖啊，娘去洗衣服了。谦儿，看好妹妹好不好？谦儿。季谦扑腾的手脚停了下来。从他能体会到大人的情绪以来，他就没见过娘这么温柔的样子，更没听过娘这样叫自己，就像他见过的村里其他温柔的母亲一样。把俩孩子抱回床上，钟宁抱着一大堆衣服走出门。哎呦，季家媳妇来洗衣服啊，这可真是稀罕啊。这是不打算走了？早给你说了，好好跟季晨过日子。虽然那孩子命不好，但人没得挑。可不是嘛，就是运气差了点儿，没法让你当秀才娘子。可咱这村里能出个童生都已经很不错了。这不考上秀才可不行啊！季晨的孩子身体弱，不是种田的料。那哪是想考上就能考上的？没看这都几年了，现在还天天跟他娘一起下地，这书还记得吗？那不是老遇上意外吗？这1次2次叫意外，好几次了，怕不是没那个命。老张家的，别乱说。钟宁撇了撇嘴，原主平时就没少听这些人看似关心的挑拨，加上他心性不坚定，没多久就生了跑路的念头。可自己不是原主，钟宁将衣服丢河里，泡湿了以后猛地拿上来，溅了周围人一身水，又用棒槌用力敲打，水星冒得到处都是。哎呦，这是干嘛呢？啊，都给我衣服搞湿了！钟宁，你什么意思啊？呸呸呸！不乐意听就不听，搞这一套恶心谁呢？钟宁抬起头，冲着周围人露出灿烂又无辜的笑容。实在不好意思啊，没干过活，不知道轻重，大家不要生气啊。看他这样，旁边人哪有不理解的？这是私奔没奔成，拿他们出气呢。这个疯婆娘！其他人愤愤不平地走了。钟宁这才拿皂角淡定地轻轻洗起衣服来。怎么样？我家今天有肉吃，你们2个吃过肉吗？小圆圆嘴角有可疑的水光流下，季谦挡在妹妹前面，小眉毛竖成倒8字形。关你什么事？哼，2个乞丐，想吃吧？
只要你们承认自己是小乞丐要饭的，我就赏你们一人一块肉。滚！喂，我就不滚！小乞丐，你娘呢？哦，我知道了，和其他男人跑了。你们现在是没人要的孤儿喽。娘在哪里？我娘没走。这死小孩！钟宁看得怒火中烧，更让他生气的是，这孩子原主还认识，正是季晨他二叔家的孩子。季家是13年前分的家，在继母没嫁到季家前，作为大儿子的继父一直在给家里挣钱贴补，甚至2个弟弟都拿着他辛辛苦苦的银子成家养老婆孩子了。继父还在给一家子当老黄牛，继母性格泼辣强势，嫁到季家以后也没少吃亏，让2口子下定决心分家，还是因为季晨读书。季晨学习好，人也勤奋，季家二叔、三叔、二婶、三婶他们却对此颇有微词，甚至连同季家老爷子老太太一起逼继父，让季晨不要再念书了。泥腿子就是泥腿子，哪那么容易翻身？继父为了儿子第一次反抗家里人，再狠狠脱了层皮，甚至签了断亲书后才得以分家。夫妻俩带着孩子刚分出来，连个容身之处都没有，还是住的村头塌了一大半的破庙，吃饭都要找人借陶锅，可见日子过得有多苦。等到季晨考上童生，他二叔、三叔家倒是又巴巴的想贴上来，被继母冷嘲热讽赶走后，季家子结怨愈深。这几年季晨连着倒霉，最高兴的当属这2家。果然，最不想让你好过的就是那些刻薄亲戚。你们这群人欺负季晨他们母子也就算了，还想欺负我的便宜子儿，想都别想。钟宁目光四处转了转，看到地下有几块碎石，顺手捡起来，石子准确无误砸中小胖墩的小腿。不错啊，看来我在现代那点本事没丢。哎呀！小胖墩直接摔倒在地，手里的碗跟着摔了出去，里面那几块肉也掉到地上。谁打我？肉，我的肉！小胖墩四处张望，没看见人，又看到地上的肉，当时眼睛就红了，一边哭还一边爬过去把肉捡起来吃了。这是个又坏又蠢的吃货。等小胖子哭唧唧地跑走，钟宁这才走出去。娘！一看到钟宁，刚才还在嗷嗷哭的小姑娘立马止住哭声。怎么啦？这是谁家的小花猫啊？哭成这样，脸要变丑啦？钟宁一手抱着盆，一手牵着纪元，看到季谦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又松开手揉了揉小孩的脑袋。谦儿做得很好，保护了妹妹，还没有哭，真棒。我才不会哭。一家3口进了屋。中午，季晨回来的时候，手上拎了一条用草绳拴的肉。继母看到以后，很是愣了下。这儿子，你怎么去买肉了？想这2个孩子很久没有吃过肉了，就去买了。可是这……继母有心想说家里已经没什么钱了，连供他这次去复考都够呛，哪还有钱吃什么肉？可看到儿子微微摇头，似有什么内情的样子，又只能忍了。哼，谁说我家吃不起肉？谁说的？二爷爷家同保，他还说我和妹妹是乞丐。这死孩子，等着啊！奶奶这就给你们做肉去。继母也起了攀比心，立刻拎起这约莫1斤的肉往厨房去。等下刀的时候，想了想，还是只切了一半。这不年不节的，吃那么多肉，又不是地主，剩下的腌起来，煮粥的时候给俩崽子碗里加点就行了。中午吃的小白菜炒肉，虽说油少肉也少，可还是给钟宁激动坏了。但看到默默避开肉片的继母和继晨，钟宁还是心塞的，转而也去夹小白菜。你要说搁现代，做妈的不吃肉留给孩子吃，那可能叫没苦硬吃，自己感动自己。可在这时候，就真的是现实如此。看到钟宁这样，继母嘴巴张了张又闭上。不是，这儿媳妇还真转了性了。
以前有肉他是恨不得一个人饱览，今天居然一口都不吃，我的老天爷呀，这合理吗？娘亲，一片肉颤颤巍巍地掉进钟宁碗里，看着勺子都拿不稳还给自己分肉的女儿，钟宁感觉眼泪都要淌出来了。哎呀，果然女儿都是妈妈的小棉袄，乖宝等着，娘绝对要给你们搞得吃不完的肉。正想着，又一块肉进了碗。在钟宁看过来之前，季谦先撇过头，给爹和奶奶各舀了一块肉。爹奶奶，你们也吃。好，乖孙儿，奶奶没白疼你。小圆圆也不甘落后，继母是真的感动到老泪纵横。虽然这儿媳妇不怎么样，但这对孙孙是真招人疼啊。一家4口正温馨地吃着。沈翠花，你出来！沈翠花，哪个要死的喊什么呢？还让不让人吃饭了？继母气势汹汹地走出去。你看看我家童宝在你家门口摔倒，膝盖都出血了，碗也打碎了，你赔！我赔你奶奶个腿儿！是我把他推倒的呀，这搁哪家门口摔倒就要赖谁？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村民们听到争吵声也顾不上吃不吃饭了，一个两个都跑过来看好戏。怎么就不能赖你们了？我家童宝好心好意带肉来分给俩孩子吃，结果摔了，你这当大奶奶的可不得赔他。你这样我家童宝以后啊可不会再来看望2个小弟弟小妹妹了。脸都不要了是吧？分肉啊，这孩子有那么好呢？也怪可怜的，看那膝盖摔的。翠花啊，你就别骂了，给孩子买点糖吃，安慰一下。就是啊，人家小娃娃也是出于好心呢。买糖？我哪儿来的钱买糖啊？你给我们呢？再说了，他们说送肉你们就信呐？肉呢？这碗摔地上了，肉摔哪儿了呀？让野狗吃了？你才是狗，你们全家都是狗！小胖墩气得脸通红。钟宁默默在心里给继母点了个赞。你有这么毒的嘴，干什么都会成功的。沈翠花，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怎么说话呀？我骂人了吗？这不是说谁吃了那碗肉谁是狗，又没指名道姓骂人。倒是你们家童宝怎么回事啊？小小年纪嘴这么贱，你们平时怎么教的？不会，我替你们教。说着，继母高高扬起手，打算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那童宝躲得倒快，巴掌直接转了个方向朝黄氏脸上打去。黄氏被打懵了，回过神哦，一嗓子就要打继母，2个女人立马厮把成一团。钟宁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倒是季晨立马走上前试图将2个人拉开，甚至为此挨了黄氏一爪子。真是个孝顺儿子！黄氏还想动手，一抬头对上季晨幽深阴沉的眸子，不知为何心里生出几分惬意，但他嘴上不饶人。看什么看？晦气的东西！我看你呀，这辈子也考不上秀才。当年我们可没说错，把钱给你这瘟神读书，还不如留在宫中。你看看你这些年败了多少银子，家里都要被你掏空了。钟宁无语望天。留宫中，给你们一大家子花是吧？婶子，真的，我要是有你这不要脸的劲儿，我早就去路边拿个破碗发财致富了。谁不给我钱，我就抱着他裤腿爬3条街。你说谁要饭呢？你个死丫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那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这是季家，是已经分出来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季家。段亲书还在里长那里放着呢，你搁这教训谁啊？你配吗？屁股出气也就图一乐，真放屁还得看你嘴。骂他们可以，骂我不行，我多无辜啊！我只是个仗义直言的小女孩啊！你黄氏气得浑身发抖，抬手又要打钟宁。钟宁哪里给他这个机会，直接一脚踹他肚子里。不是，你当老娘吃素的？黄氏在地上嗷嗷半天，难受的不行。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欺负我呀！好不容易缓过劲来，他起身拽住童宝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我倒要看看
看看你们能得一道解释。等皇室走了，继母立马去关心儿子脸上的伤，两个小孩也一人一条大腿抱着继晨不放。我好像个局外人，不，我就是。钟宁扫了一圈周围的人，还看什么看啊？是看我相公可怜，打算众筹点银子给他治吗？那就谢谢各位了。他说着朝其他人伸出手，还一脸单纯地眨了眨眼睛。接下来几天，钟宁一边带娃，一边在家里做家务，整得继母看他就跟见了鬼似的。原主以前也不是没干过活，都是在犯了大错以后用这招来讨好继晨，但是没2天就会打回原形。钟宁现在这样，继母真的很难不怀疑他是不是被鬼上身了。听到这话的继晨眼睛都没有从书页上离开。即便是鬼，只要比原来好，又有何不可？说的也是。小圆圆好奇地趴在娘亲腿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钟宁手上的树枝。季谦就直白多了，直接问：你磨这个干嘛？给你们搞肉回来吃，还有气得喊娘，要有礼貌，知不知道？季谦瘪了瘪嘴不吭声，钟宁也不勉强，便宜崽子嘛，认自己也好，不认自己也罢，反正养着玩，又不真指望他们给自己养老。主要是还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老那一天。反派啊反派，我不拦着你和女主你侬我侬，藕断丝连，奸夫淫妇大胆狂徒，你能不能饶我一命啊？正在默背上书的季晨额角皱了皱，拿起书就往后院走去。又犯什么病了？隔日，小千、元儿，娘出去一趟，你们2个乖乖在家好不好？娘去哪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小姑娘已经没之前那么害怕钟宁出门了。不过每次钟宁走，她还是要抱着腿依依不舍一番。娘去给你们弄肉吃。娘，有钱？季谦皱了皱淡淡的小眉毛。他虽然很小，但他已经有了家里很穷没有钱的意识。不用钱，总之你们乖乖等着就好啦。娘中午就回来，你们2个在家里玩，娘把门从外面锁上，不让坏人靠近你们，好不好？好。太乖了，太乖了，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吗？哦不，现在是我的崽了。钟宁他们住的地方举目四望，哪哪都有山，连绵不断。正因如此，便是在最穷的时候，饿死的人也远比外面少。平时村民们会去山里打点野，采些野菜、野蘑菇、野果，在山上碰运气，看能不能抓着猎物。一些大胆的人会往更深一点的地方去捕猎，设陷阱，但也仅限于外围，因为深山里是真的有野兽，例如狼、熊瞎子、老虎。除此之外还有毒虫、毒蛇，所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猎人也很少涉足山林深处。钟宁这次也没打算往深山去，虽说他在现代玩过好几年射箭，技术挺不错，也拿过不少大奖，但实实在在去打猎，这还是头一遭。要不是实在受不了每天清汤寡水的日子，加上想搞点肉给俩孩子补补，他也不会冒险进山。天灵灵地灵灵，老天爷保佑，我能轻轻松松抓到野鸡、野兔，也可以直接来个撞树上的野猪，再让我捡个灵芝、挖个人参，这不过分吧？这不是种田文常态吗？走在堆满落叶的山地上，钟宁一边仔细听着周围的动静，一边用树枝在地上摆标记，以防回来找不着路。走了不知道多久，钟宁周围的环境已经变得有些幽暗，头上树木太过茂盛，遮蔽了阳光，同时脚下也是又深又软的枯叶，往前也没有明显的路径，想来已是少有人质的地界。钟宁在原地站了会儿，果然很快就听见周围的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他眯着眼睛一箭射出，下一秒就见一只野鸡腾空窜出，眨眼飞没了影儿。果然打活靶子没那么容易。又艰难往前走了一段路，在又一阵窸窣声响起时，钟宁同时射出2支木箭。这一次他明显听到了箭没入皮肉的声音，中了。果不其然，地上躺着一只灰兔子。抱歉啦。钟宁双手合十，朝可怜的兔兔拜了拜，然后无情地将它扔进背篓里。也不知道家里有没有干辣椒啥的，麻辣兔兔可以哦。
又往里走了一段，钟宁又射中一只野鸡，还在山里的枯树上采到木耳，还发现了不少野山莓。他先是自己吃了个爽，然后才用树叶包了不少，打算回去给2个小崽子尝尝鲜。估摸着时间不早了，钟宁原路折返。我就知道这个不要脸的死性难改，他前2天都是在装样子呢，就是让我们放松警惕，他好逃跑。儿啊，你就该听娘的，当时就把他休了。这下好了，咱家又要成村里人的笑柄了。纪元眼圈红红的，眼睛里都是泪水，小手紧抓着爹爹的衣角。娘，找娘。找个屁，他都跟人跑了。你把他当娘，他把你当女儿了吗？别哭了，哭，那种女人有什么好哭的呀？等你爹考中秀才，给你们找个大家闺秀当后娘，绝对比他做得好。不要后娘！你们2个傻子，这么容易被那个贱人骗？别说了，他没走。你怎么知道？季晨没有回答，而是伸手摸了摸女儿的发顶。元儿去和哥哥一起玩吧，你娘等会儿就回来，爹去给你们做饭。这都喝了什么迷魂汤呀？儿子，那肉省着点吃。钟宁走了好一会儿，实在累得受不了，坐下歇歇脚。刚闭上眼睛，就听见头上一阵细微的声音。他猛地睁开眼睛，和一条粗壮的3角头蛇打了个照面。哈喽啊！就在蛇头冲过来的那一刻，钟宁直接躺地上打了个滚，也顾不得多想，射了一箭直入蛇头。想了想，又捡了个石头，狠狠给蛇脑袋来了几下，蛇彻底没气儿了。钟宁赶紧捡起竹筐要走，走了2步又回头，用剑扎着蛇一起带走。这玩意儿应该是毒蛇，毒蛇是能卖的吧？哎呀，你的穿越我的穿越好像不一样啊。等钟宁回到家附近，远远的就看见2个孩子像俩蘑菇一样蹲在围栏边，眼睛眨也不眨的往外看。等看到钟宁，小圆立马跑了出来。娘回来了。季谦瘪了瘪嘴，眼眶泛红，哼了一声朝院里走去。娘去的地方有点远，没及时回来。圆圆，别生气。娘。纪元高兴地连亲了钟宁几口，给钟宁美的眼睛弯成一对月牙。又去哪里浪了？2个孩子都不要了是？哈！继母被突然凑到近前的死蛇吓了一跳。你不是问我去哪儿了吗？我上山去了。你要是实在闲的没事儿，就把这篮子里的东西都收拾了，别一天天搁这嘴贱讨人嫌。嘴贱也行，别当着我和孩子的面儿，不然下次直接把蛇呼你脸上，信不信？你反了你了！你别忘了，这个家是谁当？钟宁也不理继母，把竹筐直接丢他面前。继母还要骂，看到竹筐里的野菜也哽住了，这真是去干活了。等他把筐里的东西全倒出来，更是震惊到嘴张大到能塞下一颗鹅蛋。我的老天爷呀，这哪儿来的野鸡，哪儿来的野兔子呀？还有这么多木耳呢，多肥的鸡呀！还是野鸡，拿出去卖可得值个150文吧。还有这兔子，搁一块儿怎么也能卖个270文。这么便宜？他还以为一只鸡得1-2两呢。钟宁伸手把鸡和兔子抢过来。卖是不可能卖的，别多想了。这鸡和兔子是我从山里打回来给俩孩子吃的，看看这俩孩子瘦的，不多吃点肉补补，像话吗？这还不是因为你把他们吃的肉给抢光了？谁知道你是不是说的好听，结果比谁吃的都多。儿子，你说是不是？他还想把这些野味卖了，给儿子多置办点盘缠呢。季晨在一旁给小姑娘洗手，小丫头刚才吃野果吃得一手汁水。闻言，清冷的眼眸微掀。按他说的做吧。可是，是他打的猎物，他有决定权。继母这才黑着脸把话憋回去。做的时候自己可得在厨房偷留几块，省得被这女人吃光。那什么，虽然野鸡野兔不卖，但这条蛇还是可以卖的。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镇上看看能卖多少钱。你们有人愿意陪我一起吗？
别让我上当受骗啊！我可是连在实体店买衣服都只能砍半个零头的那种。这我明天不行啊，我雇了2个人帮忙插秧，得看着他们干活。要不你等后天？继母也怕钟宁被坑了。这天搁得住吗？现下已经是4月，天不算冷了，继母也愁。我陪你去。啊？不行。行，怎么不行？太行了！谁敢说你不行啊？圆圆也去。好，带你去。季谦没有说话，但偷偷飘来的小眼神说明一切。钟宁笑着捏了捏他的小脸，也带你一起去。可别给他们乱买东西啊！当晚，一家子吃的半只炖鸡配糙米饭，炖了半下午的鸡，鸡汤金黄，鸡肚子里还有不少没成型的蛋，配着葱花飘在汤里，那香味散到邻居家，直馋得隔壁小孩嗷嗷哭。想吃肉啊？去你婶奶奶家要去，不就是2块肉吗？你一个小孩多可怜啊，婶奶奶肯定舍得给。陈大丫，你要脸吗？我家这多久吃顿肉啊？你也好意思让孩子来要？那下次你家吃肉，我也让我家孩子去你家要呗。别呀，孩子还小，搁人家门口待久了挺累。到时候我去要，我家2个孩子可得多讨2块肉。好了，二狗子，过来吃肉吧。要什么要啊？不吃肉能饿死你啊！2个小孩他能当没看见，可钟宁这个泼妇不行啊！以前他可没少见这个女人为了一口吃的疙瘩撒泼骂人的样子，甚至还掀桌砸碗呢。这可比只吵吵不动手的沈老太威力大多了。哼，这不要脸的！咱们家最苦的时候，他家连把青菜都舍不得给，现在还想来占咱们的便宜。你今天干得不错啊！谢谢夸奖，我一直挺不错的。把继母噎得不知道说啥，这顺坡驴。次日一早，钟宁牵着俩孩子，季晨手里拎着装蛇的篓子，一家4口一起出了门。咱们怎么去啊？坐有才叔的牛车，一人给2个铜板。孩子也要给？2个孩子一共给2个铜板。那好吧。到了村口，没等一会儿就等到有才叔的牛车。整个村里也就有才叔家、李正家还有季晨他爷爷家那边有牛。季晨爷爷家的牛还是继父当年出了大部分银子买下来的小牛养大的，为了能成功分家，这牛最后也没要，脱层皮可不是开玩笑的。小陈和你媳妇儿今天也去镇上啊？季晨给了铜钱，眼看季晨连俩孩子的钱都给了，有才叔满意的点点头。有才叔，等等！不远处，一年轻女子挥了挥手，她身边还跟着仨小萝卜头。这王玉荣在村里名声不太好，很多妇女背地骂她狐狸精，勾引自己男人帮她干活，还找自家男人借钱啥的。她平时不大与村里人接触，都没少听说这些风言风语。王玉荣长得确实不错，不是说五官有多精致，而是皮肤白嫩，身材丰满。有才叔，我带着孩子去赶集，给你钱。王玉荣说着给了有才叔2铜板。有才叔皱了皱眉，瞅了眼他旁边3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小王啊，你就出你一个人的车费呢？这仨小孩能占到什么地方呀？话不是这么说的，你家这3孩子，一个8岁，一个6岁，一个5岁，比小陈家的都大不少。小陈都给2孩子一人交了1铜板车费，你好意思一点都不给吗？是吗？小宁妹妹，你居然没意见？你以为我是你啊？王玉荣傻了眼，没想到钟宁居然这么伶牙俐齿。他尴尬地笑了笑，随即将目光转向一边。我身上没有铜板了，继承哥哥，你能借点给我吗？这就被缠上了。继承哥哥，你好像比我老。不愧是你，钢铁直男。不好意思啊，小陈，你看看能不能借姐姐一些铜板，姐姐很快就还你。我家银子是夫人在管，我做不了主。不是，你叫我什么？你没事儿吧？伤敌800，自损1000。你说这话你不心虚吗？我管钱，我连钱放在哪里都不知道呢。自从原主偷了一回家当后，现在银子都给继母管着。
这样啊？那小宁妹妹呢？你当我傻吗？你要是真想还，你不如车有财叔的，等回来连回来的车费一起给他。说的是啊，这可真会糊弄人。要说还是钟宁聪明，我家那口子就是个蠢驴，借了他10文钱，到现在都还没还呢，还说不好意思要。那你找他要不就行了？那也得他认啊，说什么他不记得了，要我家那死人去找他。看看这脸皮厚的，我家那玩意趁我不在，还给他家修了2天屋子，一个子都没收。这男人啊，没一个靠得住的。还有我家，给他白送了多少条猪尾巴了？钟宁耳朵一直竖着呢，闻言也不得不佩服这位，当然也佩服这位家里那口子。那就等回来，我再把钱给老叔您。等了半天，这牛车终于是慢悠悠地走了。刚下牛车，一家4口就直奔药材铺去。因着继父以前也会上山采药来卖，季晨也知道几家还算良心的铺子，他也没有兜圈子，直接把篓子打开，看到这么大一条蛇，还是毒蛇，掌柜的也不由啧舌。这是5步蛇，我得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了，可惜头被砸烂了。你要提取毒液？要那玩意儿做什么？制作毒药给自己添麻烦吗？就是留着的话，可以泡蛇酒，更有价值。这没了脑袋，只能剥皮吃肉。不过这蛇皮、蛇胆也是好东西，可以入药。这样吧，我给你们2两银子如何？这可是实诚价。2两银子挺多了，可以买好多鸡呢。钟宁还是挺满意的，季晨却没有立刻答应。家父在时说掌柜的是实诚人，相信不会骗我们。只是如今家计艰难，到底想多比价，看能否还能多挣一些。见季晨他们要走，掌柜的立刻上前阻拦。这样吧，我再给你们多加500文。实在是我这边的客人想多买点蛇肉回去补补，所谓以形补形。这也能补？还能像蛇一样长出2个不成？好。这回季晨没再拒绝，掌柜拿出钱就要递给季晨，后者用眼神示意了下。给我夫人就好。没想到你还是个妻管严。掌柜挑了挑眉，一副我都懂的样子。下次再有这种好东西，一定要来我这里卖啊。收了钱，钟宁出去就问季晨为什么不再去其他店铺看看。这康宁堂也是镇上数1数2的药材铺，出的价格一般不会比其他家低，且村里之前也有人卖过毒蛇，有接近1臂长的，也只卖出1两多。哇，这么坑！普通百姓哪里知道其中价值，就1两多也够村人眼红了。确实，好多人家1年到头都存不到这些钱。听见了吗？咱们家挣钱的事儿不要对外说，不然有些坏人晚上爬进家里偷钱的，钱没了事小，人要是受伤了就得不偿失了。哇了！纪元抬头，一脸懵懂，季谦则是握紧小拳拳，重重点头。知道了。好了，咱有钱了，先去吃早饭吧，娘请你们吃。我要吃肉包，吃2个，不对，4个。我也要。你吃不了那么多。娘吃，我也吃。好，都吃。一家4口点了3碗咸豆腐脑，2个孩子分1碗，2笼包子，一笼里有6个。能吃得完吗？吃不完不还有你奶奶吗？怕你奶忘了，她白疼你了。钟宁捏着小孩的脸调笑，后者脸红扑扑的。对啊。季晨坐在一旁，嘴角扬起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清浅弧度，尝了一口古代的大肉包子。钟宁满足地眯了眼睛，这包子内馅丰腴，汁水充盈，特别是吸上汤汁的那部分包子皮，简直不要太好吃。豆腐脑也是，配上香菜、花生碎、木耳、芝麻，既滑嫩爽口，又口味丰富。这么看来，想在这个架空世界靠做吃的来致富，难啊。钟宁忍不住在心里感慨，更何况他也不是很会做饭，一个上班族天天做牛马就够了，回来谁还有精力做饭啊？没听过那句做饭半小时，吃饭5分钟吗？还不如点外卖来的轻松。那要靠什么发家致富呢？打猎？哎，不行，
钟宁对自己的能力还是挺有逼数的，他这次也就是运气好，就他这水平，平时去山上打个野，满足一下口腹之欲还行，要靠这个做长期生意发家致富，想都别想，小命要紧啊！难道真的要等着赤情种出人头地？可能和我有鸡毛关系啊！到时候他第一个想踹掉的就是我。钟宁越想越惆怅，这肉包子吃起来都没那么香了。季晨多看了他2眼，不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心思。吃完饭，季晨先拿出钱，钟宁赶紧拦住他：“我来付，我来付。要不是你，我那时候卖不出那么多钱。这早饭才值几个钱啊？一个肉包子3文，1碗豆腐脑5文，一共才51文。这点钱我给，我给。”闻言，季晨也没有和钟宁争。走在古代的街市上，钟宁就像个乡巴佬一样左看右看，边看边盘算着要买些什么回去。你有没有什么要去的地方？我要去书铺里把之前抄的书交上，再买些纸和墨条。你还带那些了呀？来到书铺，季晨把小包袱拖到台上，书铺掌柜的翻开看了看。哎呦，季相公的字还是那般的风雅有韵味。我这书铺啊，也就是您抄的书卖的最快呀。哪里？这一本《论语》还是像以前那样按10字一文给您算给您凑个整数，这是1600文。钟宁看着那厚厚一沓书页，只能感叹一句：才1两多啊，廉价劳动力，倒是比印刷的贵，但贵只贵一点点，说好的一字千金呢。劳烦您再给我拿2刀纸，1刀便宜的，1刀宣纸，2块墨条，1条便宜的就行，1条松烟墨。好，一共收您500文吧，这可比卖给其他人少收了50文呢。哎呀，季相公，您又要去复考，这一时半会儿是没办法找您抄书了呀。等考完，在下会再来找您，劳烦掌柜的多多关照。自然自然。对了，这位是季相公的夫人。不等季晨回答，钟宁先跑了过来：掌柜的，这些画本都是你们自己书稿发行的吗？算也不算，这发行书稿不是谁都可以的，一般只有几个大的有资格的书铺才可以。在发行之前，他们还得往上交由国子监去审。国子监？我还以为那里只是教书育人的呢。内设机构不同，自然职能也不同。好吧，看来没那么简单啊。夫人家里是有人想投稿子吗？算是吧。同在一个屋檐下，钟宁可不觉得这事儿能瞒得住季晨这个聪明人。不嫌弃的话，夫人可以让那人将稿子交给我。你这边可以戳。我这里不可以。眼见钟宁嘴角又撇下去。但是上面的主家可以。不过稿子我这里要先审核一下。毕竟东家眼光高，要是送上去的东西太普通，可能会惹他不高兴啊。好，应该的，应该的。你打算写画本？不行吗？原主应该没有暴露过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这件事吧？真要问起来，我就说我是小时候在村里偷学的。也幸亏这个时代的文字和现代的繁体字几乎一模一样，不然钟宁也没有自信能去写画本。他已经想好了，先写个简体字版，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的替换成繁体。对了，我没有买纸，你等等我。我这里有。啊？你不用吗？家里还有些剩余，足够用到我去参加考试。好耶，省钱了。俩人带着2个仔又在街上买了不少东西。首先就是米，钟宁已经吃够了糙米，所以特意花20文买了1斗白米，12斤，又花了25文买了5斤白面，30文买了2斤猪肉，50文买了10只小鸡仔，20文买了些便宜点心，10文买了1两糖，6文买了2根带点肉的大棒骨，还买了豆腐和其他一些调味料。除此之外，钟宁还裁了些生绢，准备给俩孩子各做2身衣裳。
他倒是想给孩子买成衣，但是一套就要100文，买布料自己做可以省去快1半的钱。她不会做，可以靠她婆婆吗？这不过分吧？毕竟她这个当娘的出钱了，奶奶出点力怎么了？买了一大堆，钱花的也快，就这么一会儿，钟宁已经花掉500文了。嘤嘤嘤，真是挣钱如滴尿，花钱似流水。不会比喻，可以不比。两个人又买了个大背篓，把东西全放进去，这才往牛车上搬。就这也把其他人眼睛都看直了。小陈家这是发财了，买这么多东西，让我看看都买了点啥。哼，买了肉，买了糖，买了细面白米，行了吧？看得着又吃不着，还糟心。王大娘，你还是别看了吧。我就是瞅瞅嘛。真买了这么些好东西啊，那日子咋过啊？是啊是啊，钟宁，你这可不是过日子的样啊！你家又没个壮劳力，这季叔以前留的钱花完了，可就要挨饿受苦了。我管那么多，大不了他们一家子勒着裤腰带呗，反正不能把我给饿着。我做他媳妇儿是来享福的，可不是跟着受穷的。你这小季可怜呐，怎么找了你这个婆娘？孩子也不管，就着他自己过好日子。小宁妹妹，不是姐姐说你到底是成亲做人家媳妇儿的人，要把心放在这个家里。你看看小陈多不容易啊，每天除了读书，还要下地，还要带孩子。你呢，什么都不做，还要吃好喝好。你这样就不怕哪天小陈功成名就不要你了吗？这男人啊，是用来疼用来爱的。还不死心呢？人家可是名草有主，不对，是心有所属的，就是那个属还没出现，还疼爱，他需要吗？你要是不嫌姐姐事多，可以每天来姐姐家里学学怎么做家务、带孩子，是不是还要学怎么讨好男人？无论老的、少的、俊的、丑的，能把住就行。大姐，你有这闲心，还不如先把有才叔的车费结了，不要以为能靠瞎聊把这茬糊弄掉。你怎么还记着这事儿呢？要你管，还有谁是你大姐啊？王玉荣不甘不愿地给了8个铜钱，心都在滴血，这都能买仨肉包了。你这败家娘们儿，买这么多东西呢？看到这满满一篓子吃的穿的，继母捂着胸口，这得多少钱啊？又不花你的钱，有本事你别吃啊。那不行，哪有不让厨子吃饭的道理呀？对了，儿媳妇儿，你那卖蛇剩下的钱，他可是听儿子说了，2两半银子呢。这死丫头现在身上起码还有2两。虽然儿子说了那钱是他自己的，但他现在是季家的媳妇儿，上面婆婆还活着呢，哪轮得到他存私房钱？钟宁冷冷地盯着继母，只把后者盯得缩了脖子。我这不是怕你乱花吗？你什么眼神啊你？乱不乱花我心里有数，又不找你要，你也少惦记我的。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以后别想从我这拿1分钱。啊，对了，你没事的时候给孩子们做2身衣服，布我都买了。给孩子买的？继母瞪大眼睛，这么好的料子，他还以为是这丫头给他自己买的呢，这还真是打算当个好母亲了。篓子下面还有2剩的包子，你拿去吃。给我的？继母这会儿更傻眼了，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可从没想过有一天还能吃上这女人给的东西，还是肉包子。我的老天爷呀，这不是在做梦吗？千儿、圆圆，要不要跟娘亲一起去给小鸡抓点虫虫吃？他这次买这么多小鸡仔，就是为了给家里供上足够多的鸡蛋。不仅2个孩子要吃要补，他这个当妈的也不能饿着好吗？好，抓虫虫，抓！一大2小也没有去远地方，就在家后面的菜地里找虫。这小菜地是继父以前开垦的，继父走后，继母忙于生计，平时都是撒点菜种子完事，所以这些菜长得又稀疏，虫子又多。一颗白菜上能找好多小青虫，看得钟宁直犯恶心。
他还是对这些软体动物接受无能啊。不过为了让小鸡和老母鸡补充营养，多多下蛋，他忍了。季家中午吃的筒骨白菜汤配白米饭，晚上吃的筒骨汤煮面疙瘩。我这大晚上跑过去，会不会让他误会？可是俩孩子都在睡觉，我要是点着烛火写个不停，可能会把他们吵醒。再说了，蜡烛多贵啊！反正季晨也在用，一个人是用，2个人也是用啊。但万一他以为我想跟他干点少儿不宜的事情，不给我好脸色看怎么办？又或者他真愿意和我这个那个这个，那多不好意思啊！你有事？你睡了？我是想过来跟你一起学习的。我买了那么多纸嘛，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进步。你要是睡了，那我就回去吧。没有睡，只不过习惯少穿些，更容易提起精神。钟宁看了眼大开的窗户，又看了看窗前的书桌。不愧是未来权倾朝野的大佬，对自己真够狠的。这天可还是有点冷的呢。二人相对而坐，季晨一言不发，静静默书。钟宁借了支毛笔，专心致志在写小说。今天白天的时候，钟宁已经想好第1本书要写什么题材了。虽说他之前也想过要不做个文抄工，把4大名著之类的借来用一下，但后面还是放弃了。一方面良心过不去，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马甲不掉还好，哪天要是掉了，被人当成大文豪去考验，那不是分分钟底裤掉光。思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来点快餐文学。这第1本就写最不容易出错，也最能吸引男性读者的题材修仙文。捂着胸口还在不停流血的伤口，叶凡在痛苦之余，更多的还是兴奋。他打败了魔族，他守住了寻仙宗，也守住了他心爱的人。灵儿，我回来了。叶凡推开门，脸上满是笑意。下一刻，他嘴角的笑容凝滞，双眸瞬间瞪大，身子止不住地晃了晃。你们在干什么？叶凡哥哥！白雪玲赶紧拿被子遮住身躯。刚才还在白雪玲身上的男人走了下来，脸上带着轻蔑嘲弄。哼，谢凡，你回来的可真不是时候。不对，应该说真是时候，不然我都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向你坦白我和灵儿的关系才好。你们怎么敢？一个是自己最爱的人，一个是自己最亲近的好兄弟。叶凡怎么也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幕。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我？一手挡在纸张前面，以防被对面人看到。钟宁写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套路虽老，够爽就行。花了1个时辰写完1章，钟宁有心去睡觉，又觉得这样慢悠悠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挣上钱。再加上他看了眼已经默写出厚厚一沓文章的季晨，他总觉得有些自惭形秽。那个，你这里有没有字典啊？就是那种可以让人认识每一个字及其含义的书。他现在需要把自己写的简体字转换成这个时代的文字。有。季晨给钟宁取来书籍，钟宁十分恭敬地双手接过。这一晃，又是1个时辰过去。季晨放下笔起身。你还不睡？等一下，我还有一点。他这人是有拖延症，但一旦开始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完，不然他会一直惦记着，晚上觉都睡不好。那你写完记得把烛火熄了。季晨也不多言，真朝床榻走去。窗外微风阵阵，伴随着簌簌的落笔声。季晨合上眸子，却没有睡着。他第一次探究这个女人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她是精怪，亦或是其他人的亡魂？她是匆匆过客，亦或会长期停留？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哎呀，烦死了！怎么这些字这么难写，笔画那么多呀？哎，改累了，想放弃了。这世上那么多人，在做善战的狼，远见的鹰，忠诚的狗，多我一个害群的马，划水的鱼，缩头的龟，怎么了嘛？凉怎么还在睡觉？奶奶说了，娘是个懒虫。比嫣儿还懒。嫣儿你不懒，咱们家只有娘懒。我都听到了啊。
钟宁突然睁开眼，看着面前2个探过小脑袋的便宜仔，直接双手掐住季谦的脸颊，不停揉来揉去。说我坏话是吧？钟宁又挠小孩的腰，只痒的小孩满床打滚。先爷一挠，哼，就知道这懒货勤快不了几天，你还让我给他留饭，饿他一顿又不会怎么样。季晨手里搓着2个孩子的衣裳，神情淡淡。以往钟宁不干这些活，都是他在做，不过他不去河边洗，那里都是女人，要避嫌。想到昨晚奋笔疾书大半夜的钟宁，季晨垂眸，嘴角噙着淡笑。对他好些，不见得是坏事。继母不明所以，就在这时，门口来了个中年妇人，她与继母耳语几句，后者立马变了脸色。天杀的，哪个不要脸的居然敢犯咱们家地里的水呀！看到自家那只有1层浅水的稻田，继母气得不停拍膝。哪个丧良心的把我家田里水都放了？这可是我儿一桶一桶挑回来的呀！古代种田不易，尤其是水田。到了需要水的时候，离河流近的田可以直接挖沟渠引水，离河流远的就需要人力挑水。这段时间一直没有下雨，季家水田里的水都是季晨和继母一桶桶挑来的，2人的肩膀都被扁担磨出血来，一动就疼，甚是艰难。这旁边的田里倒是水汪汪的，还能看见不少田螺。前2天我看见季家小子在这挑水灌田，这水咋一下没了？什么怎么没了？被人放了呗。正是庄家缺水的时候，谁这么缺德？你说呢？这旁边的地是老季家的吧？他家人来灌过水？你少说2句。这不要脸的敢偷我家水，那我也放他家的。继母拔起衣袖就要去挖田埂，却被突然赶来的陈氏撞开。你干什么你？哈，你可好意思问我呀？你们这家子狗东西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敢打我？3柱4柱李巧巧钱要弟，你们还不快来帮忙！3柱4柱气势汹汹冲了过来，季晨立马挡在母亲面前，眼神不善，气场迫人。丧门星，滚蛋！3柱一个老拳砸向季晨面门，后者往旁边一闪，抓着对方的胳膊，抬腿便是一脚。你个小白脸，看招！4柱更狠，抄着个扁担砸。季晨用手硬生生接住，任凭对方如何用力也拽不动分毫。你们敢打我儿子？继母眼看儿子被欺负，战斗力更强了，对着陈氏眼睛就是2拳。李巧巧看婆婆挨打，心里乐得不行。她状似用力地拉着沈翠花，其实根本没用劲。钱耀帝倒是个实心眼，但人笨手笨脚的，还没打上来就绊倒在田埂上。这俩怕不是傻的？沈翠花，你这是欺负我们季家没人了吗？这3个人一加入进来，战局很明显对季晨他们这边不利。钟宁心里没太多感觉，毕竟一个不是自己真婆婆，一个不是自己真相公，但2个孩子急得不行，哭唧唧的喊奶奶喊爹。钟宁后蹲下身摸了几个大田螺。斯密马塞鲁鲁酱，让你们沾上脏东西了。钟宁一个田螺咻打到季大柱的膝盖上，对方刚趁乱给了季晨嘴角一拳，下一秒跪倒在地。季晨也是个狠人，抓着他的头就往水田里按。你放开我相公！钟宁又是一个田螺砸到他脑袋上，后者往后一倒，刚好跌到季3柱怀里。这还走了运了，大嫂的腰更细些。哎呦，季3柱这俩干嘛呢？忒不要脸了！众人立马将目光投到2人身上。你个骚狐狸，我就知道你是个贱人！季3柱，你个混账，连你哥的女人你都惦记！兄弟俩瞬间扭打在一起，2人的媳妇儿越打越凶。